公然挑战莱尔校长的司法。现在的检调单位滥权起诉，已经到了社会无法容忍的司法公信力崩解最佳的案例。谁是不听话，就是林代化，真猛。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林怡景罪证明确，侦查终结，一审判完再说。林代化罪证不够明确，卷宗没有移送完成，先叫来骂赖清德就在整肃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赖清德正在加强的整肃民进党的内部，最不听话的是谁？就叫林代化。所以到了一个新的事件，林代化的妹妹被认为说是人头助理，在侦结之后呢，以诈欺罪的追诉林代化的人，另外再追诉林代化的妹妹林代整哦。我揭露了现在的检调单位这个滥权起诉的一个事实，包括我的妹妹，她是全高雄市的人都知道，她是真的时候就是工会助理，她有1875件的选民服务案件。其实大家都知道林代化是一人当立委，全家服务啊，你不能因为师傅变老公这件事情就在道德上批评他，就抹灭人家真的勤于走基层。林代化的基层服务是真的很猛啊，结果呢，现在检调竟然起诉他妹是假的助理，我的天啊！他当了20多年的助理，只有1个月是13万，这样过分吗？对于有力证据的漏列的刻意的一个隐瞒，其实在我至少在这600多页当中，都包括相关事实，我们一一清清楚楚的向廉政委员会报告。既然检调单位的资料还没有全部移交给法院，所以我们调阅是有困难的，我们一些勘验笔录是有瓶颈的，觉得很奇怪吗？怎么可能是已经起诉到法院了，结果你的市政你还扣在你的地检署这边，居心何在呢？哇，这个是一炮打过去啊！首先第一个莱尔校长司法迫害，这林代化也是猛啊，什么话都敢说啊。赖清德认为不每个人都该接受司法调查，莱尔校长说不该质疑司法，林代化带头质疑司法。也谢谢检调单位做这样的起诉，刚好让社会来公平他的滥权起诉的一个可疑之处，还是他们到底真的是为了升官想疯了吗？哇塞！所以其实到现在林代化真的是猛啊他已经完全豁出，他也没在管你说你他妈赖清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是廉政会？就是民进党在调查所谓内部廉政案件最主要是决定什么？决定有没有处分。党纪处分，那这个党纪处分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旦党纪处分，如果你停权，你马上丧失什么竞选资格啊！所以林代化够狠啊，扛了4大箱赴廉政会，总共600页啊，在这么多的这样的证据面前呢，搞得民进党廉政会也是招架不住啊，搞了半天呢，最后只好说仍无结论，为什么？因为这个廉政会主委邱俊彦表示，600多页陈述状虽然讲了很多有利陈述，但案情甚好，需要一些查证。加上廉政会也询问林代化妹妹被起诉关联案，于今早才起诉，连起诉都没看到，无法完整说明跟你拼了果然是林代化真的是凶猛到极点。然后呢，更好笑的事情是，我们从不考虑初选问题，这样立场就会不公正。毕竟林代化是社会知名人士，若要处分要事证一定要明确，目前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至于林代化何时再说明，邱俊彦说日期还没有定，就看案情如何发展再做决定。所以相当于什么？民进党廉政会现在也不敢砍，把球啪踢回去给检调司法哇塞，这民进党的初选可以选得这么难看。当初林代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赖清德总统不是暗黑势力，其他党内对手我不知道。后来当林代化开始猛攻之后，镜周刊怎样就开始把林代化跟高雄通法寺的住持释黄志之间的关系给曝光了。但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进检就把这个爆料出来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杀的血流成河那至于其他党内对手，最近也是很闹，所以民进党现在整个内部乱成一锅粥，至少在南部这边有没有？你看赖瑞隆选区内出现的柏油山事件记者怎么问他就怎么走，一直在快闪跑人。然后最好笑是赖瑞隆他在退上讲了一大堆
结果被徐小新呛说：“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站着说话，要一直跑？”对，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哈，虽然现在呢，这个高雄好像呢希望用 BLACKPINK 的演唱会去转移整个焦点，但是却没有办法回复社会大众，就是高雄这几年，尤其在民进党陈其迈主政期间，可以看到对环境的破坏是越来越严重。不只是有美浓大峡谷，还有包含是现在的柏油山。留言问他说呢，你写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柏油山的事情，那为什么记者访问你的时候，你不站着好好讲，要跑来跑去呢？结果后来网友就跟我们办公室检举说，赖瑞隆好像把你的这个回应给隐藏了。结果我一去看，还真的是如此，所以我只好把这个留言截图起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隐藏我呢？”哈，然后呢，连柯志恩委员的留言都被隐藏了，所以你一直追着柯志恩委员跑，然后你一直骂柯志恩，那柯志恩给你回复留言的时候，你又隐藏他，不让大家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赖瑞荣啊！还没选上就不敢面对记者，再跑来跑去，被质疑就封锁人家，不要脸到极点啊！好，谢谢了哈，谢谢大家哈，谢谢。有什么新的发现吗？照跟他播嘞。今天的行程是专门来看这一片吗？为什么不讲一下呢？谢谢啊哈，谢谢。可以讲一下吗？我们留下来讲一下。有够丢脸，真的。我跟你讲啊，又一个被他追着跑，美浓大峡谷事主邱意莹。那如果真的要上百亿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您觉得这个部分谁要买单？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好。那您看到美浓8个坑，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样？这是土地的悲剧。那你觉得减掉的部分，目前的减掉当然是要加速调查。谢谢。谢谢委员。最丑的对比，立委林宇锦诈领1000万助理费遭起诉，绿联政会以立案将邀他说明。高雄的林代化先被抓去查，卷宗都还没有查完成。台南这个林怡锦，赖清德的国大时期的主任，赖清德嫡系中的嫡系，涉贪1412万的林怡锦，竟然他排不进15号的联政会的会议。李联政会主委邱俊彦还好意思说，这跟初选没有关系。要不是今天林代化这么凶猛，直接啪给你丢600页资料出来，那今天是不是林代化要停权呢？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可悲到了极点啊！联政会更直白的说啊，一审判决有罪才会处分哦，所以要等到一审判决他才要动手啊。那林代化呢？林代化只是起诉而已，联政会就叫来问问题了。同样啊，你看一样是台南的立委啊，陈亭妃上次质询光电板水库光电板争议，让陈亭妃遭部分绿营支持者围剿，就连党主席赖清德也在中常会上关切。主席也是希望说，所有的执政团队现在针对这种不实的谣言，伤及地方的政策的部分呢，都能够身为地方的民意代表以及我们执政团队议员，都要能够极力澄清这样子的不实谣言。如果差了17%，还可以有变数。那就是你民进党自己要来处理这一局了。你民进党自己是谁？当然是党主席赖清德啊，难道不是吗？你赖清德17%也要把我做掉，你好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赖清德为什么那么生气？可是背后还有一个逻辑在，大家知道吗？什么逻辑？为什么这位民进党敢在这个时候啊大动作的内部互砍？因为现在的在野党也斗得你死我活，所以民进党就有时间斗得你死我活啊！最后你看赖清德透过信件关切陈亭妃后果自负，说赖清德要他不要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啊！你想想看，这就是赖清德啊！随后呢，赖清德又问陈亭妃日前在立法院质询乌山头水库帮电板一事，陈亭妃则表示自己是被断章取义啊，当时乌山头水库造已经发生1周，中央没有回应，地方民众都很忧心，他才上质询上反映啊。那赖清德说啊，乌山头水面型2期光电需要地方同意，地方没有出具同意函，计划自然没办法进行，所以代表什么？赖清德还是每天死盯着台南，他对这种小事都了若指掌。然后呢，赖清德也呼吁啊，有意投诉2026的选战者，有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宣誓攻不下南二都就辞主席啊。显然国民党针对民间的选举100名要抢南高二都啊，所以台南强打光电板，高雄主打杀死案，执政团队全力回应，希望党公职有力投入选战者要协助说明哦。什么意思？有斗相共个准拄刷，搁伫遐讲迄543。那等下大损可以质疑赖神吗？可以质疑赖神吗？莱尔校长训话了，知道吗？赖神在盯人啊！赖清德钦定核心纯选台中市长，所以最近呢发挥的战力十足啊，赖清德。